台湾上节目的时候，主题跑掉了，没关系，好笑就好，好玩就好。所以我觉得哇，台湾比较。Maggie 是学拼音还是学注音啊？我是想要学注音，但是企业文化可能有一点保守，大家一读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大家的意思是 Hey guys, welcome to Mandarin Speakers. I'm Jenny Luo, the producer of the series. In this episode, we talk to Mandarin speakers building their careers in Taiwan, what motivated them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the differences they've noticed in the workplace. Let's hear it. 你好，我是 Maggie。2018来台湾工作，到现在大概7-8年。工作是在教育的方面，主要是顾东南亚跟台湾的市场。为什么会开始学华语？我来台湾的第2年，觉得第一是蛮有趣，第二是好像没那么难，第3个又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我决定要留下来台湾工作，或是留下来台湾生活，会讲当地的语言比较好。我是细田惠里奈娜娜，我是从日本大阪来的一个比较活泼的日本人。那你为什么开始想学华语？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是唱歌的，我想唱中文歌。你来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会讲一句华语耶？完全不会，1、2、3而已，1到3而已，4以后我没办法。还有你好，对不起也不知道。我叫 JC， 我是南非人，爸爸妈妈是荷兰人。我来台湾大概8年，我是高尔夫球教练。为什么会开始学习华语？因为我觉得做生意会比较好，还有我教很多小朋友，我觉得讲英文有时候他们会听不懂，所以我觉得讲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叫 Jeffrey， 中文名字叫乔浩学，在台湾之前在中国13年，然后在之前在日本1年的，所以总共可能20多年在亚洲的。我现在是做了1对1的职涯与人生教练的，还有那个针对企业还有团队的应用即兴的培训。为什么会开始学习华语？我当时在日本就一开始学习华语的。当时我一开始要学华语，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搬到中国，所以为了沟通，就是那么简单的。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学华语？我不是来台湾学华语，一开始是为了工作来的，然后一开始是全部是用英文，到第2年才开始学中文，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不是工作需要的。之前是来台湾旅行过一次，就觉得这边其实是那个 vibe 跟人蛮贴心的，人蛮好的，然后所以就觉得那时候也是刚好要找东南亚或是其他的机会，那这个机会来了我就抓住。我本来是来台湾教球，我不是为了学中文来台湾，我就是教球的时候顺便学了。那你为什么想要来台湾呢？我在日本的时候刚好看到台湾的连续剧。哪一部连续剧？流星花园。因为那个连续剧的关系，开始就研究的嘛。台湾好有趣，那我去台湾发展看看，我是这样想。你有来台湾学过华语吗？台湾的没有上上大学，是很多学生一起上课。我前一份工作，当时那个公司的老板特别好，因为他说，我觉得应该要帮你安排一个1对1的1周1次的那个华语老师，所以每周有1次要来一个1对1的华语老师的。Maggie 是学拼音还是学注音啊？以你的经验，我是想要学注音，但是我还没学到，所以基本上还是用拼音来用。那为什么会想要学注音？一开始比较难一点，但是后续比较好，比较容易。但是其实是我们都是用 alphabet 的 ABC 的语言，所以拼音还是比较顺手。我现在用的是拼音，但是我去学校学中文的嘛，那个时候我还是学 //，一定要的，因为很多人说 //，比较那个发音比较正确，
所以我一定要学习，所以我都会。那你觉得对日本人来说，学哪一个会比较方便，或者是说你整体的建议？因为你是日本人，一定是拼音啊，拼音写字多快哦，写波夫来做文章好慢哦，但是拼音超级快，所以拼音比较方便呐。但是如果以发音为主，那一定是波夫。一开始没有，我自己有找自己的方法，我自己猜，我不知道有拼音。对，然后我不知道有注音，当然不知道，因为我在中国，所以我就是听大家说什么，然后我自己拼，我以为他们在说什么的，所以我当时我没有太多想我要学习汉字，学习写字，我就是主要是为了沟通。那你学的是简体字还是正体字？你的学习经验是什么？其实我们日本也有汉字嘛，那个我觉得我们的汉字是简体字跟繁体字的中间。那我学过简体字的时候太简单了，我真的看不懂。繁体字有一点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artistic， 我觉得看起来很好看的一个汉字。所以我觉得，繁体字比较好吧。对日本人来说，会汉字是不是也是一种困扰？因为它的汉字跟稍微不一样，对，但是还是可以啊，还是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简体字真的不行，删掉太多东西了，我真的不知道代表什么，我真的看不懂。简体字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困难的，因为它删掉太多东西。对，所以我们的汉字是刚好在中间，所以要么简单一点，要么复杂一点。那我选择是复杂一点。台湾是用正体字，所以我是从台湾学，所以我是全部都是用正体字。但是工作上或者是出去外面，比如是跟新加坡人、中国人沟通，或是聊天，或是去那边旅行的话，还是有一些简体要习惯。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联合起来，就是可以想象的大概抓那个意思。那你会想要学正体字还是简体字？ traditional， 你还是会想要 prefer 学 traditional？ 为什么？因为就 traditional 比较多是在台湾做的啊，所以我心都是在台湾啊，所以我就是要学台湾人学的语言啊。你觉得在台湾的职场当中有没有任何的文化冲击是让你觉得最惊讶，然后或者是让你需要花最长的时间去适应的？职场上来说，每个国家都会有带一些文化差别的文化，所以台湾也是。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是国际公司，就是 international 的黄金，其实是没有，里面还是带了一些很保守的、很台湾的、很台的，一些文化。那我是惊讶，但是说哦好，那今天我遇到这样子了。那我如何去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跟这个环境就是配合，一起待在这个环境工作。在台湾职场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任何文化冲击？因为高尔夫很多字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回家的时候都是一直在学高尔夫的字。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就一直听到新的字，我就觉得他们刚讲什么，我要回去学一下。你也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吗？对。那你有遇到什么职场上的 culture shock 吗？我之前在印尼跟新加坡比较短，但是印尼都工作1年了，他们真的不会，不管你要赶快学，他们不会帮你，因为你听不懂，他们不会帮你。在台湾真的不一样了，台湾人非常 nice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吓到的地方，因为别的国家他们不会管你啊，但是在台湾，如果你需要帮忙，你可以问任何的人，他们就会说哦好，我帮你一下，不会有一个烦恼之类的。那你觉得在台湾的职场里面有哪一部分的文化差异需要时间的适应，在工作上面？上节目好了，已经约好的东西，如果日本的话，约好的东西不可能一句话都不能改的，但是台湾上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嗨了。
主题跑掉了，没关系，好笑就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是我要讲的东西，你讲了，哎呦，就搞混。但是好笑就好，好玩就好。对，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哇，台湾比较好，没有压力的这样子。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比较要说一些那个缩写，很多的就随便用缩写，然后大家不说，如果他的听不懂，但是有好多缩写我不知道。所以我说，哎，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是内行，然后还有那个企业文化可能有一点保守，有的时候就也许管理方式的或者什么，大家可能不说不直接。我觉得可能管理方式还有大家真正的在想什么的，可能不是直接说话或者已读不回。那已读不回是什么意思的？所以这个让我，如果我组织一个活动，但大家已读不回，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大家的意思是，我可能不会出现的。OK， 是这个意思的。那以一个外国人身份在台湾职场工作，你觉得有没有最容易被误会，或者是很容易被期待？东南亚人或是一个西方人来的外国人会有不同的对待，他们觉得越南人来台湾就是从一个 developing country， 就是还在发展的国家来这边，所以这边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好的环境了，可能没有需要给你更好的，或是给你一个公平的争取的机会。但是比如是你是西方来的、美国来的、欧洲来的、加拿大回来的，就是这个机会就是你应得的。其实在我的生活里面不太会啊，但是如果刚认识一个人，他们说你是外国人，你是不是教英文？你是不是英文老师？刻板印象。对，因为我是日本人的关系，大家以为我是比较乖乖的，然后就不敢讲话的，然后就大家脑袋里面想象的那个日本女生，但是我不是。所以很多男生也吓一跳，这个女生怎么会讲话？还有这个女生怎么会就大家都吓一跳嘛？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矛盾。那我应该要做传统一点的日本人比较好吗？还是我真的自己活泼的样子给大家看比较好吗？有时候自己对矛盾的啦，但是我不管。这个是我。那如果今天有外国的朋友想要来台湾工作的话，你会告诉他哪一些台湾职场他应该要先知道的事情？我觉得他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中文的能力嘛。那如果要真正的就是很专业的，然后把他自己的竞争能力提高的话，可以来台湾学一个短期的 course。以台湾职场的环境，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需要先提醒他们的？保守是一个点，但是不是每个公司都有，所以可能就是先了解一下、观察一下、了解一下，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方式去跟老板、跟同事沟通。第二个是还是要提升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那有可能是你是国外来的，你价值不是在台湾市场，但是你可以带来各种不同的台湾没有的好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方面选得出来你的优点在哪。台湾人真的是很温柔啦，他们所以你不要太凶之类的，因为我们在我的国家现在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啊，南非，所以我们对别人我们不会太靠近，我们不会管他们是怎么样，我们会离他们比较远一点。如果有一些事，我们都会比较没礼貌，不是没礼貌，就是太直接。对，就比较直接啦。我会跟他们说，台湾人很温柔，你自己也温柔就 OK 了，你不用担心太多了。在日本当过上班族的人来台湾一定可以的啊。因为轻松很多，比较轻松的啊。日本人是不讲话是，大家觉得很好的，但是台湾不讲话不行，不是吗？一定要讲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才
有好的结果。所以如果日本朋友来台湾的话，就不用怕。如果自己觉得怎么样，一定要讲出来给同事、给上面的人听一下。Hey guys, thanks for watching today's episode and for all your feedbacks and comments.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and what you'd like to learn from Mandarin speakers next.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 to Learn Mandarin with Taiwan Plus. We've got more content to help you learn Mandarin the Taiwan way.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Bye bye!